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，为什么现在的美联储看起来越来越焦虑了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美联储一直都在关注经济，但最近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复杂了。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的决策出现了更多分歧，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持续上升。更引人关注的是，有消息指出，川普似乎有意更换现任的美联储主席。所以，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会带大家深入了解目前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，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资金。具体来说，我想和大家探讨3个方面：一、现在经济究竟出现了哪些变化？2、美联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？这些变化对它又有什么影响？3、未来的股市和经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？经济正在发生哪些变化？从数据上看，目前的通货膨胀似乎得到了控制，就业市场看起来也很强劲，股市更是欣欣向荣。表面上一切都挺好的，但实际上有些问题正在悄然浮现，大家可能需要多加关注。首先，有些媒体指出，数百万的民众正处于功能性失业的状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许多人虽然努力学习，拿到了大学文凭，但现在却只能在快餐店工作，而他们真正想做的，可能是进入科技巨头或者其他更有前景的行业。他们并非完全失业，只是他们的技能和学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材小用。根据最新的报告，虽然整体失业率仍然维持在低位，但这种功能性失业的情况确实值得关注。其次，关税政策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这个关税究竟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就是一种税收，由那些将商品从海外带入国内的企业支付。如果企业需要为进口商品支付更多的钱，那么他们要么选择提高商品价格，最终由消费者承担，要么自己消化成本，赚取更少的利润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。第3个令人担忧的现象，说起来可能有些令人沮丧，那就是一部分民众的钱袋子正在变空。过去5年里，某些地区的通货膨胀平均达到了 24%， 而同一时期收入的增长大约只有 20%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大家必须用更多的薪水来支付住房、汽车、食品和旅行等各项开支，留下来储蓄和投资的钱自然就少了。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关税和通货膨胀如此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如果通胀恶化，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，使得一部分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。毕竟现在的生活成本已经很高了，而许多人的收入却没有跟上。美联储到底是什么？它现在的情况如何？了解了经济现状，现在我们来聊聊美联储。美联储的主席曾经表示，他们目前不打算降低利率，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尽快降息。然而，美联储并不是受外界指令的机构。虽然它名字里有联邦储备银行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，网站上也是这样写的。那么，美联储通常会在什么时候降息呢？一般来说，在经济衰退或经济降温的时候会选择降息，因为降息可以刺激消费。当利率降低时，借贷成本就会变得更便宜，更多的人会借钱买房、买车、创业，这就会刺激消费，进而推动经济增长。反过来，在经济繁荣时期，通常会提高利率，以此来给经济降温，或者说抑制通货膨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，美联储提高了利率，以期给经济降温，抑制通货膨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
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现在我们来到了2025年，有些报告说经济非常强劲，但也有其他报告说美国实际上已经处于衰退之中。这就是美联储感到困惑的地方，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表示目前不打算降息的原因，尤其是在关税政策的影响下。为什么关税如此重要？前面我已经提到过，关税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。举个例子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关税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上涨，但由于关税，消费已经开始放缓。这是因为一些企业已经放慢了从海外采购产品的速度，因为他们无法持续支付几个月来因高关税而上涨的外国商品价格。虽然目前有很多贸易协定正在进行，但在过去几个月里，关税一直存在，而商品价格却尚未大幅上涨。有些经济学家说，等着看吧，价格上涨很快就会到来。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，因为通货膨胀确实是一个担忧，尤其是在物价上涨速度快于普通人收入增长速度的情况下。所以，如果通货膨胀真的加剧，那可能会让消费情况变得更糟。当然，也有其他经济学家认为，即使价格上涨也只是暂时的，大家不必过于担心。我把这些都提出来，是因为美联储内部可能很快就会有一次大的调整。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？现在的美联储内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。与此同时，也有言论指出，现任的美联储主席可能会在2026年任期到期时被替换。至于2026年会发生什么，那不是今天视频的重点，但大家只需要知道，如果美联储主席被替换，那么很有可能接替他的人会是更倾向于降低利率的人。如果利率降低，那么借贷就会变得更便宜，这可能会刺激更多的抵押贷款消费、汽车贷款消费、商业采购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活动。因为如果贷款更容易获得，通常会有更多的人消费。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日期是7月。美联储将在7月29日和30日举行下一次会议，届时他们将宣布对利率的下一步决定。我们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，但美联储内部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。不过，现任主席一直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开始降息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既然美联储主席不想降息，那我们就不降息。另一些人则说，也许他们会暗示2025年什么时候会降息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这对于经济和股市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。为什么关注这件事如此重要呢？因为利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许多不同方面和股市。为什么呢？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们的经济体系是靠消费运转的。你花的钱越多，别人赚的钱就越多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某家快餐店消费了100元，这些钱会帮助这家快餐店的生意。但如果你不仅花了自己账户里的100元，又刷了信用卡消费了100元，那对这家快餐店的帮助就更大了，同时对信用卡公司也有帮助。所以，当你通过借贷消费时，实际上是在双重刺激经济。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，它会鼓励更多的借贷。这可能不是最适合你个人的做法，比如为了爱国而去借债消费，但有些人确实会这样做。当借贷更容易时，他们就会借债消费。此外，7月9日是关税政策的最后期限，但也有暗示称，这个7月9日的最后期限可能不会那么严格。我们到时候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总的来说，有很多事情即将发生。美联储会发布新的公告，关税也会有新的进展。大家需要了解这些，因为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即将到来。华尔街通常不喜欢不确定性。例如，在2月，当关税消息第一次公布时，市场就崩盘了，然后当关税暂停时，市场又反弹了。在2月和3月，关税又恢复了，全球市场再次崩盘。几天后，
关税又暂停了，市场再次反弹。然后在4月，当宣布新的关税时，全球市场连续几天崩盘，直到这些关税再次暂停，市场才有上涨。那么7月美联储和关税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是，我不想你成为那些恐慌的人，我希望你成为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发现机会的人。如果经济出现下行，那可能会创造机会；如果听到好消息，那也能创造投资机会。你必须了解自己的投资目标、投资风格，你必须了解正在发生什么，然后有资金可以实际进行投资。希望这些分析对你有所启发。记住，了解信息，保持清醒，才能在不确定的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。你有什么关于投资的想法想和我分享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